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故事精彩的话，也可以打赏请丽姐喝茶。今天我要讲的这个故事，简直是气死个人。作为一个从业20多年的红娘，我见过太多奇葩的相亲故事了。但是像今天这位小姐妹的事情，属实是让我都忍不住想爆粗。这不，前2天来了一位漂亮的女孩子，今年28岁，在广州某知名外企上班，月薪2万多，长得那叫一个水灵。一进门就跟我说，丽姐，我觉得我的条件还不错，所以对象也得要门当户对才行。我一听就琢磨着，这姑娘条件确实不错，但是这口气嘛，不过作为专业的红娘，我还是很耐心地问她的择偶要求。结果这一问不要紧，我的老天爷呀！首先，对方必须是985或211毕业的，最好是海归。其次，身高必须要180以上，长相要帅气阳光。再来，月收入要税后3万起步，有房有车是基本门槛。最后还得会做饭，性格好，孝顺，会哄人。我说，妹子啊，你这要求怎么听着像是在找完美男友啊？现实生活哪有这么理想的？她马上急了，怎么没有？我闺蜜就找到了。再说了，我这条件找个门当户对的不过分吧？又不是天方夜谭。我叹了口气，心想现在的年轻人啊，真是越来越不食人间烟火了。但是既然收了服务费，我还是得负责到底，于是就在我的客户资源库里面翻啊翻，终于给他找到一个条件还算不错的男生，35岁，某知名企业高管，985毕业，身高182，我觉得挺合适的，就赶紧联系双方安排了见面。谁知道这姑娘一听对方是35岁，就开始各种嫌弃，哎呀，年龄也太大了吧，我最多接受31岁哎，而且他工作虽然是高管，但是又不是在大厂，感觉层次不够。再说了，你确定他长得帅吗？我看照片觉得也就一般般。妹子，你这就有点强人所难了。我忍不住说，你要求这么多，但是你想过没有，人家也是有要求的啊。你28岁了，在很多优质男士眼里，其实已经什么？已经大龄剩女了吗？他瞪大眼睛看着我，丽姐，我觉得你这话就很过分哎。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还觉得女生28岁就老了？再说了，我这条件找个差不多的男生不是应该的吗？这话说的我都不知道该从何吐槽起。但是为了不伤害客户感情，我还是耐着性子继续帮他物色。终于在2周之后，我给他介绍了一位条件非常不错的男生。这位男生叫阿杰，31岁，某知名互联网公司产品总监，人长得也挺帅气，重点是人品特别好。之前介绍过几次，都是因为太老实被女方嫌弃。我特意跟这位女生说，这个男生各方面条件都很优秀，你要是觉得合适，姐给你安排见面。小婷看了照片，难得没有第一时间挑刺，而是说，看起来还行，那就见见吧。不过丽姐，你要告诉他，第一次见面必须要有诚意，至少也得安排在5星级酒店吧。我觉得4季酒店就不错。我当时就愣住了，啊，第一次见面就要这么高规格吗？咖啡厅，小婷直接打断我，那多掉价啊。再说了，第一次见面的诚意，不就是要看对方的诚意吗？要是连这点投资都舍不得，那以后结婚了还不得抠抠搜搜的？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但还是试图劝说，妹子，第一次见面主要是互相了解，地点真的不是重点。丽姐，你就帮我安排吧。要是他连这都做不到，那肯定不是我想要的优质对象，小婷坚持道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好跟阿杰沟通。没想到阿杰居然也答应了，说第一次见面在4季酒店西餐厅可以。事后我私下问他为什么这么痛快就答应，他说，丽姐，现在相亲不就是这样吗？女生都喜欢有排场的，我也想找个好姑娘，试试看呗。终于到了见面那天，我特意嘱咐小婷，点菜的时候注意一点，毕竟第一次见面。放心啦，丽姐，我又不是不懂事的人。小婷拍着胸脯保证。谁知道，等我后来听阿杰说起那顿饭的情况，简直是惊掉了下巴。你们猜怎么着？这位小婷一上来就点了一瓶拉菲，然后各种鱼子酱、龙虾和牛，还说什么第一次见面嘛，就要有点仪式感，
对吧？阿杰人虽然老实，但也不是傻子。看着菜单上的价格节节攀升，他试图委婉提醒，要不我们点些别的。这些菜好像有点贵，结果小婷直接来了句：哎呀，你一个大公司的产品总监，不会连顿饭都请不起吧？那你平时工资都花到哪里去了？该不会是个月光族吧？阿杰虽然心里不太舒服，但还是保持着风度，想着好歹是相亲，给对方留点面子。可是小婷完全不领情，一边吃一边开始各种面试。你家是不是有房啊？在广州哪个区？几平米啊？精装修吗？你觉得结婚后家务活该怎么分配？我觉得男人必须要会做饭。你平时周末喜欢干嘛？天天打游戏的话就算了，我觉得男人要有上进心。你父母是在广州吗？他们的工作是什么？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？这一连串的灵魂拷问，搞得阿杰感觉自己不是来相亲，而是来参加招聘面试似的。更要命的是，小婷说话时总是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语气，好像在质问犯人一样。阿杰每回答一个问题，他都要评头论足一番。哦，原来是住在天河区啊，我觉得越秀区更有品位一点。周末喜欢看书和健身，感觉你的生活好像缺少点激情哎。父母是普通工人啊，那你是怎么考上清华的？家里肯定很辛苦吧？这些话听得阿杰心里直打鼓，但他还是耐着性子，想着至少把这顿饭吃完。谁知道小婷突然话锋一转，说：对了，你平时工资都用来做什么投资啊？我觉得男人必须要会理财，总不能把钱都存在银行里吧？阿杰实在忍不住了，说：这个问题是不是太私人了？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有什么私人不私人的？小婷直接打断他：我们又不是小孩子谈恋爱，都是奔着结婚去的，这些问题不都得问清楚吗？我觉得坦诚一点挺好的。就在这时，服务员端来了账单，阿杰看了一眼，差点没晕过去，5万多。这顿饭竟然花了5万多。他再看看对面的小婷，只见她正悠闲地喝着红酒，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。阿杰深吸了一口气，礼貌地说：不好意思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谁知道这一去他就再也没回来。等小婷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，已经过去半个多小时了。她急得直跺脚，赶紧给我打电话：丽姐，丽姐，这个男的怎么回事啊？去个洗手间这么久不回来，该不会是跑了吧？我一听就知道坏事了，赶紧问他到底怎么回事。你们吃饭的时候发生什么了？账单多少钱？也还好啦，就5万多块钱。小婷支支吾吾地说：什么5万多？我差点没把手机摔了，你疯了吗？第一次见面就点这么多？我不是让你注意分寸的吗？可是他不是在大厂上班吗？工资那么高，请顿饭应该不算什么吧？小婷还在狡辩。我气得直接开怼：你以为人家工资再高也不是这么糟践的啊？第一次见面就这样，是想吓跑人家吗？再说了，你全程那个态度，把人家当成什么了？采购商品吗？这时候小婷突然急了：那现在怎么办嘛？他真的走了，这顿饭我付不起啊。你还知道付不起？刚才点菜的时候怎么不考虑这个问题？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，这下好了，人也没相成，还惹了一身骚。就在这时，我另一个电话响了，是阿杰打来的。他的语气很平静：丽姐，不好意思，我可能有点懦弱，但我实在受不了这种相亲。我宁愿单身，也不想找个这样的伴侣。他全程就在筛选，在挑剔，根本没把我当成一个人来看。而且那顿饭的价格，说实话，就算我工资再高，也不可能第一次见面就这么奢侈。这完全不是我的消费观和价值观。我知道直接走人可能不太好，但是我觉得要是再待下去，可能会说出更难听的话。与其这样，不如就这样结束。至于饭钱，就当是给我上了一课吧。以后相亲我会更加谨慎。听完阿杰的话，我既心疼又无奈。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了？为什么相亲会变成这样？最后我还是替阿杰把这顿饭钱给付了，然后把这钱记在了小婷的账上。当然，他后来也还清了这笔钱，但这件事给我的触动很大。作为一个红娘，我见过太多太多相亲的故事了，有甜蜜的，有遗憾的，但像这次这样令人深思的还真不多。我忍不住要说几句心里话，
现在的年轻人啊，都说找对象难，男的说女的要求太高，女的说男的条件不够。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，感情的事哪有那么多条条框框？我记得我奶奶常说，姻缘这个事情啊，就跟种地一样，你光想着自己要收获多少，却不愿意付出辛劳，那地里能长出好庄稼吗？这话虽然朴实，但说得太对了。现在的年轻人，特别是像小婷这样的，总觉得自己条件好就可以狮子大开口，动不动就要门当户对，要高富帅，要一见钟情。可是感情这东西，真的是能用物质来衡量的吗？后来小婷找我道歉，说她也知道自己做的不对。我问她，你知道阿杰为什么会走吗？不是因为那5万块钱，而是因为你根本没把他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。相亲不是你看看人家的房子、存款、学历，然后就决定要不要他，而是两个人坐下来，真诚地了解彼此，看看三观是否合得来，未来的人生是否能同频共振。这件事过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阿杰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个很不错的姑娘，是个小学老师，虽然工资不如他，但两人很聊得来，已经订婚了。而小婷呢，据说还在相亲，但至少学会了一件事，不能用消费观来衡量一个人的人品。说这么多，我是想告诉大家，千万别把相亲变成一场交易。感情的事讲究的是两情相悦，是彼此欣赏。你的高要求，在别人眼里可能就是高攀不起你的势利眼，在别人看来就是难以接受。所以年轻人们，找对象的时候放下物质的包袱，放下清单式的要求，真诚地去了解对方，或许好姻缘就在眼前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你们觉得有用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丽姐下次再给大家带来新的相亲故事。